国之大事，在此与荣。大家好，我是小万。祭祀这件事儿啊，可以说是整个三星堆这些出土文物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了。那我的背后呢，就是整个三星堆博物馆根据古蜀国康土祭台原样复原的一个复制品。我们在前2集中所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文物，都是在三星堆的祭祀坑当中出土的。那些青铜面具、青铜人像上的神秘微笑、通天神术的奇诡造型，给他的祭祀礼仪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然而，直到目前为止，三星堆并没有出土什么文字记载，所以我们无法详细的了解他的祭祀礼仪究竟是什么样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礼仪的流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它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搞清楚它背后崇拜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些出土的文物就可以让我们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的一角。那我们就先回到青铜馆当中去看一看吧。这里的展台啊，设置的是特别有感觉的。你看那一轮红日西悬，让整个天地都笼罩在一片红色当中。再加上这些跪坐的青铜人像，场中的青铜祭坛，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你，它的礼仪很神秘。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层一层的揭开这个神秘礼仪背后的故事。在这个展台上设置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根据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设置的，包括中间那个放大了6倍的青铜神坛。这里距离太远我们看得不太清楚，别着急，咱们到楼上看。走近了看这个神坛明显可以分为3部分，从上到下分别是天、地、人3界，为我们展现了古蜀人神秘的神话宇宙观。不过看起来神秘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会发现很多奇妙的连接。我们看这中间的第1、2层这些戴着帽子的青铜立人像都是同样的手势，双臂张开，环抱到胸前，是不是和我们在综合馆中看到的那个巨大青铜立人像特别相似？而那个立人像推测就是古蜀国的大祭司，甚至是古代政教合一的体制之下那个立人像就是国王本人也不一定。除此以外，在这个神坛上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鸟的形象。这个鸟的形象在三星堆可以说是除了长相怪异的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之外最多的一种元素了。在各种不同的器具上都有很多的体现，从陶器上的鸟形手柄，到各种各样的鸟形花纹、鸟形装饰，再到那棵通天神树上的9只金乌，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那就是在古蜀人的宗教观中，祖先崇拜和鸟类图腾崇拜是最重要的2件事情。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又要拿出这本书来了因为这本《华阳国志》当中为我们很好的梳理了这2者之间的关系。周师刚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这个故事其实我们第1集就解释过了就是那个青铜纵目面具背后的故事。次王曰百冠，次王曰于福，于福王田于前山，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这个地方出现祭祀喽。这一点呢，从《蜀王本纪》当中也有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百冠，后者名于福。此3代各数百岁，皆神话不死，其民亦颇随亡去。于福田于前山，得仙，金庙祀之于前。那这就很明白了，蚕丛、百冠、于福，古蜀国的前3代国王被古蜀人神化。那么他们呢，就化身了青铜祭司以及我背后的这个青铜立人像，接受蜀人的世代供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高大的青铜人像身上的衣着都无比的华丽。但是人真的能活几百年吗？显然不能。那最好的解释就是蚕丛、百冠和于福这3位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占有统治地位的氏族。就像朝代更迭，这3个家族世代相传，分别统治了古蜀国几百年。那鸟图腾的崇拜又怎么解释呢？我们还得去从这些统治者身上找答案。有人说于福这个名字一听它就是个打鱼的。鱼凫呢这个词，它的真正含义在古代是鱼鹰的意思，所以鱼凫是可以理解为其实就是以鱼鹰为图案崇拜的氏族。鱼鹰长这个样子看看是不是和这个青铜器上面的刻的一模一样。而百冠呢，也不是说它就生活在灌木丛里。这个百冠呢，有可能是白冠，所以百冠氏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以鹳鸟为图腾崇拜的氏族。这鹳鸟长这个样子，看看是不是和这个青铜挂饰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三星堆的出土文物里面，几乎所有的这些造型神秘的青铜器啊、金器啊，已经将古蜀国的前3位先王的形象都囊括在了里面。古蜀人在祭祀过程当中，将鸟类的形象和祖先崇拜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然后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不懂的这种特殊而神秘的祭祀礼仪。而这种信仰形式也广泛存在于中华大地上。视频的最后呢，我们还想聊一聊信仰的问题。最近这些年来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其实都出现过一些刺耳的声音，直说就是你们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如果是外国人说这句话，他不了解中国人，那倒也就罢了。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说这句话，那就太不应该了。我们想一想，难道清明节你不去扫墓吗？难道你不知道，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国都还有大型的祭祖活动吗？祭天不如祭人，在我们的历史上，不管哪朝哪代信仰哪种宗教，而祭祖的规矩是不会变的。宗教信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但是祖先崇拜这个信仰，它并不会消亡，它会一直存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不是中国人没有信仰，而是我们自己并没有感觉到我们曾经到现在以及未来一直都会有的祖先崇拜。好了，这一期没有吃的了啊，我在三星堆已经吃得够饱了。那么我这个地方呢，其实留了一个悬念，那就是那个青铜神树上的金乌，实际上它还可以引出另外一种更深层次的图腾崇拜。那是哪一种图腾崇拜呢？我们下一期金沙博物馆见，拜拜。